嘿，大家伙早喽！4月16号星期三，戴上手套了，有点冷。凌晨4点50不到，准备出发。今天是周三早晨，我们跑团合练的日子，集合时间是5点45，在大阪城。今天的课表是10个400米，昨天记错了，说成了12个。先热身吧，然后带了一个胶，热完身吃掉。然后跑10个400，今天穿了这双新的配色的惊叹3 Turbo。有小伙伴说为什么偷偷摸摸的，因为太早了，太安静了。咱们大阪城见。清晨5点07，在大阪城的一个高处，咱们看看日出。看底下这一片全都是树和草，就没有路。远处的山隔着大阪和奈良，那座山叫生居山。太阳还没有从山的顶端露出来，但是有山的剪影了。我特别喜欢看山的剪影。今年夏天的时候说什么找个机会从现在的地方一直到那边的山顶，其实距离没有多远，可能20公里的样子。看树上乌鸦的剪影，那边就是大阪城。行吧，我们再跑一跑，准备去集合。周三早晨，加油！哎呀，小伙伴们，热完身10公里，最后2公里稍微加一点点，然后现在我们45集合完以后，再有一个集体的热身，就开始10个400。一会儿热身就是400之前，大概提前个10分钟把它吃掉。OK。那咱们今天10个400努力干，刚才是10公里5分05，还可以。小伙伴们，干掉！对。第一个400米配速3分09。3分09是多少？如果是3分的话，就是72秒。3分09，那就是
75秒，差不多，有点快。5、4、3、走。あれなんか見た何かが自分が歪んでる。还是3分09。哦，可以。戻ります。可以。掉头。啊，我们间歇1分钟。はい。前75。早いな、もう15秒前。あ、はい。早いな。15秒前。走。到。到。3分08。はい。はい。
3分05，哦，哎，太快了。走，到。到，到，到，到。3分08。走。到。3分05啊！刺激哈，心率差不多180。先到9秒迈。走。
307啊，307。有点顶了，是不是？累。走。哇，302，小伙伴们，哇，这组快啊！嗨，走，还到。还到。309。平安さん、今日は12、はい。还到。ごめんなさい，小伙伴们昨天群里发错了，群里发的是10组，手表设的10组，但是今天12组，还最后2组手动按。
あ、10、ラインは10。はい。で、ラスト 1km。哦，我可以見た。そうしましょうか。啊，对，没错，3秒，最后一个400。走，last。铁路好快呀！2分59，哇哇啊啊啊！苏耀义，我要和他一起跑一个1公里就结束。5、4、3、你走。
意，来做。나이스 하야이 날아가서 오厳しいきついベリーハード今日は疲れハードラスト 1km 308311はい最后一组跑到了330 330可以330可以还是要有人带呀对有人带哦我喘不上气来了今天10个400最快一个平均配速2分59那差不多就是一会儿我看看多少秒最后加了一个1公里做1公里好顶啊平田先生在我前面大概急2-3米你们看他是308我是311我估计田中先生可能是306 307的样子最后这1公里跑完以后觉得顶了我们周3的早训练我没有这么顶过最后1公里跑完一停下来就不能吸气了觉得这个地方是往里抽的哎呦下午半天我跟那站着就小的时候的吸了半天才缓过来行一会儿训练结束之后咱们再聊啊好天气哎小伙伴们已经结束了训练在烘焙店吃早饭了因为今天后来又拍了点东西所以今天跟大家见面有点晚我们就看看数据我把录屏放在屏幕上先是一个10公里的热身一开始起步比较慢总体的平均配速5分05平均心率133最后稍微冲一冲就是一个慢慢的加速跑好下面就是今天的重头戏这10个400米我们是在喷水池那集合然后第1个400 2个400然后再回来3个4个然后5个6个7个8个最后9个10个我们直接看单圈数据第1个400米75秒第2个75秒第3个还是75秒好稳呀第4个73秒第5个75秒第6个73秒第7个74秒第8个72秒第9个75秒第10个71秒差不多就是几乎接近我的极限了我好像最快一次跑到过68秒但是我今天这71秒的体感挺累的也可能跟前天那个训练有关系整体的感觉是有些累使用的设备是高驰的 Pace Pro 和高驰的2代 Pod 还有心率带然后之后我们不是跑到离喷水池大概800多米的地方吗然后我们再回来一个1公里看看这一个1公里平均配速3分11心率173平均我们最后一个400米到这1公里好像是间隔了2分钟的样子我记不得了因为是重新开的表你看心率一上来就顶上去了看没平均步频213有点意思步幅1.47米这个也是有些累同样的设备然后最后一个5公里的冷身加拍素材因为今天是你看我们看看啊10加5加5 20 21公里还是一个半程马拉松像这种短间歇跟长间歇是完全不一样的400米这种短间歇你其实不用太考虑你的技术动作不用太考虑你的呼吸就什么都不用考虑因为比方说我们跑1公里或者跑 1.6 公里 2.4 公里甚至3公里5公里这种其实它不是一个那种短间歇的冲刺感它是一个匀速输出感这种呢就更像是比阈值再快的那种强度课他练的是什么呢练的是比方说有小伙伴问我说5公里想跑进20分钟怎么办我说那你可以试试 1.6 公里一组的这种间歇课是很有帮助的像这种400米的短间歇就是单纯的培养那种高速下的动作的经济性看家猪给包的鸡蛋高速下动作的经济性这个很关键就是一开始我跑这种短间歇的时候我
冲不起来，因为感觉就倒腿倒的都不够的协调，尤其是像很多成年男性开始跑步，协调能力都是自己的弱项。就是这种特别短的冲刺间歇练的其实是动作上的经济性。吐丝，这是我的不成熟的体会。我觉得这个你说关键吗？我觉得可能对马拉松来说，如果您的马拉松成绩在2小时50以外，没那么关键。但是想再快的时候，动作的经济性其实也是很重要的。我们总说跑步的经济性指的很多时候是长距离匀速输出的时候，你的能量消耗是不是经济的？那动作的经济性呢，也是这个的一方面。就是好多人说以短促长，以短促长，以短促长不是说我每天跑5公里，我的马拉松就能跑好，这不叫以短促长。以短促长是这种高强度的短间歇，让自己的心肺再往上顶，让自己的技术动作再协调、再优雅。我觉得这是我理解的以短促长。行吧，今天跟大家完整记录一个强度的训练。你看这边的烘焙店来得早，有这种面包篮子，这一袋大概里边有好多，有7、8个，就是昨天烤出来没卖出去的。其实也挺新鲜的，你想昨天烤出来的，然后500日元，先到先得。你看那儿就那么几个篮子，500日元在这儿买这一兜的面包，这一兜的面包我们能吃3天，还很可以。行，那就不跟大家多说了。以短促长是这么回事儿，但是短距离间歇有危险，有受伤风险大，然后把自己跑爆的也风险也大，就是跑完以后会很顶很难受。如果您最后没有顶到我那程度，就还可以再顶一顶。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咱们下回再见。